以后不管怎么样，我都相信你说的话，好不好？玉婉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偷窥我们？这是我的房间，我不知道“偷”这个字应该用在谁的身上。我知道是我不对，但是我们也是有隐私的。哎，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？允堂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俩有的是时间吵架，先一起想法子让那个人回避一下嘛。玉婉，你先听我说。你还要说什么？你都让他进我们的新房，让他穿着我的睡裙，还允许他向我挑衅，你又来跟我说什么？玉婉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在这个大酱缸里，女人永远没有对男人说不的权利。童玉婉，杜云堂，再见。亲手为我熬的药膳，第一次，他亲手为我。这算什么？杜云堂，我每天为你做那么多，也没见你这么感动过。你只是清贫的影子，我真正爱的是童玉婉。你爱的，你爱的，你爱的。你终于说出口了，杜云堂。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我是那么的爱你。我拿碎瓷片扎自己的时候，我是用了点小小的心机，但也是伤在我身上。我的痛苦也是血肉模糊，也是痛彻心扉的。你的做作，你的欺骗，我不想再去深究了。我敢说，你对我的不是爱。那什么是爱啊？童玉婉走了，你才说爱他，你就不嫌做作啊？他的诚实，他的自尊，他的坚强，每一样我都爱。尽管我跟他有争吵、有猜忌的时候，他是我杜云堂的结发原配。他的地位，没有人能取代，听懂了吗？容妈，太太，允堂去没去玉婉那儿道歉？那他又去红雨那儿了？也没有。只是这左一个右一个的，将来都得回家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就担心这个。允堂这样荒唐下去，老爷绝对不会把杜家的产业交给他的。太太，您还记得当年咱们祖太爷的事吗？怎么了？我听说啊，当年咱们祖太爷就娶了9房姨太太，把咱们林家闹的那天天就跟戏园子似的。我想啊，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娶一个能管得住二少爷的姨太太，也算尽了少奶奶没能尽到的责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红雨进门？不行。以前我跟他闹成那样，那将来他还不跟我作对呀？
不如我们先考验考验这个宏宇。振作起来，我会给你更多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大哭一场。他不爱我，他抱着我的时候，眼中只有怜悯。他爱的只是童玉婉。没想到，像你这种女人，也会为爱情痛哭流涕啊！爱情就是一件受罪的破事儿，我就是宁可毁了，化成灰，我也不要他爱童玉婉，不要！小姐，你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，这太太和容妈也不过来问一问，管一管。是我自己没用，他们看在眼里，烦在心里，倒不如把事情挂一挂，冷2天，等疖子熟透了再挤脓头，也是母亲治家的艺术。素汐，怎么了？你看看，你整整看了2个小时账本，愣没翻一页。你心里苦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忍？还要装成淡定？好，你心气儿高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别人会当真的。太太和容妈都在商量给姑爷纳妾了。小姐，你心里苦成这样了，为什么还要忍？还要装成淡定？好，你心气儿高，装得跟没事人一样，别人会当真的。太太和容妈都在商量给姑爷纳妾了。小姐，都怪我本来不该说的，我怎么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呢？小姐，你千万不要想不开，就宏宇那种下三滥的女人，太太怎么能看上呢？相比之下，一定会看上小姐的长处。他处心积虑，又和二房串通一气，把这家子人的脾气好恶摸得一清二楚。允堂那么精明，都着了他的道，何况太太？还有老爷，老爷最明白事理，等老爷把工厂停电的事处理好，一定会给小姐做主的。苏西，连你都知道，老爷忧心工厂停电的事，他替我阿玛额娘挑了40万的债务，我不能替他分忧，还要让他为琐碎的家务事操心，那我不成了天底下最忘恩负义的儿媳妇？小姐，你说你想怎么做，我苏西替你出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。苏西，你去找个煤油炉，就在这儿给允堂熬药膳吧。什么？你还熬啊？这姑爷的心都被狗吃了，你还要掏心掏肺的对他？事到如今，我也只能尽我的心意。至于结果，就看他的心了。小姐，你一片真心对人，那也得看对象是谁。
姑爷不是周少爷，周少爷至情至性，你真心对他，他痴心回报。可姑爷呢？那恶魔姑爷的心我是看透了，他就是万年海底千年冰，只怕你一辈子把真心给他，都听不到他一个响儿。小姐，如果周少爷现在就带你私奔，我第一个举双手双脚赞成。苏西，我现在是杜允堂的妻子，杜家二少奶奶。即使周廷琛现在出现，我也不能跟他走，你明不明白啊？也得咬牙坚持。小姐，我真快没耐心了。哎，允堂，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你跟我说，我帮你完善完善。你放心，我肯定不会抢你的功劳的。我不是说你抢我功劳什么的，只是我遇到一些事情特别棘手，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把它赶紧想通，不想耽误了。哎，允堂，你就急得跟我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了吗？二少爷，二少奶奶想和你谈一谈。哎，允堂，这个夫妻之间谈心很重要，那个工厂停电什么的事情啊，晚几个小时再解决也来得及。你跟二少奶奶说，这2天我都不回来了，有事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好的。小姐，二少奶奶，您回去吧，二少爷他已经走了。小姐，我去找姑爷算账。素汐，没必要了。管家，二少奶奶，你替我把这个箱子带给允堂，这里边都是他穿过的衣服和爱看的书。二少奶奶，总有一天，二少爷会回心转意的。我先走了。就怕再回首，已是百年身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素汐，扶我回房。报告团长。说。什么？这个时候还有人敢喝酒？都给我拉出去鞭刑！这批军需品今天晚上必须装船。没看见我站在陪黎军区长清点吗？没事，你去忙你的，这里有我。那我去就来。走。报告黎军区长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气象局送来的暴雨警报，说是今晚会有特大洪水，请赶紧转移已经装船的物资。好，没你事了，下去吧。是。特大洪水。沈支配，不给你个下马威，你还真以为我是你菜板上的小鱼小虾？
回来了。嗯。将军，您累了，不该喝酒，该喝养心汤了。先放在这儿吧。你先下去吧，以后没我的命令，别进我的卧室。是。将军，谢谢您。谢什么？我应该谢你。曾几何时，你一见我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我碰你一下，你就浑身起鸡皮疙瘩。现在我的小女孩也学会等我了。以前玉兰也是这样，无论多晚都等我回来。这才是我沈之佩的女人。是啊，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，我终于适应这里的生活了。对我这么体贴，是不是有事求我啊？还真有事。又是你那个宝贝哥哥吧？将军，我大哥的方案真的跟森下洋行没有关系。他只是想让我父亲的离世建筑重新在上海立足而已。我觉得，您不应该看都不看就直接扔进垃圾桶。进来。将军，下暴雨了，江水猛涨，运输货物的船没有及时卸货，所有的军火全都报废了。谁看守的军械库？王团长和李少峰。将军，这件事只是个意外，求您放过我哥哥。滚开！一群乌龟王八蛋！将军，你还想问你哥哥的消息？他现在怎么样了？他为了抢救物资，被大水冲走了。那，求求您带我去救他好不好？他被救下了，正在医院里。你对他太关心、太依赖了。如果他不是你亲哥哥，我一定会亲手毙了这个让你如此牵肠挂肚、失魂落魄的男人。将军，他现在已经没事了，对吗？我陪你去医院看他。